你见过现实版的骆驼祥子吗？他叫易卜拉欣，但是更多人呢叫他一哥。他是孟加拉人，是孟加拉街头70万人力车夫当中的一员。每天呢干活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挣到每小时不到4块钱的微薄收入，就相当于人民币常常是10几个人呢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头，根本就没有床，甚至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就这种生活，基本上吧，就是孟加拉版的骆驼祥子，沉重的让你喘不过气来。说实话如果很多人你把它放到这种环境里头，恐怕会感到崩溃，感到绝望。但这一哥呢，他就与众不同，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把他击垮，相反呢，他还在这样的困境当中自学起了英语。没钱买书吗？也没时间上课吗？怎么办？他竟然靠着看报纸一点一点的掌握了英语。他甚至能够通过他的自学和客人进行简单的交流。你好先生需要乘车吗？等等等等等等，日常用语。一天呢，这一哥就遇到了来自中国的旅行博主，这人叫杜克。命运的齿轮呢，也在这一刻开始转动。China, Chinese. Yes. Oh, my name is Ibrahim. You can call me Duke. Yeah, Duke. 虽然一哥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衣服也很破旧嘛，但是他那种无言的坚韧和这个乐观的这种感觉，很阳光让杜克也感到亲切。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就从这儿就开启了一段跨越国界的友谊。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里头一哥用他自学的带着口音的这个英语就为这博主就介绍孟加拉的风土人情。这两人相处呢也挺愉快。杜克的一句我不是你的老板，我只是你的朋友就这么一句话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就从那以后呢，一哥呢就竭尽全力的保护这位新朋友。这样的真诚让杜克就觉得很受触动。那儿的天儿也热，一哥呢就为杜克撑伞。在街头呢，他还用他这个瘦弱的身躯为杜克挺身而出。尽管一哥呢自己也很害怕，但是他又很勇敢，陪着杜克探访贫民窟甚至主动去寻找这个刚刚认识的兄弟当杜克想起他吃肯德基的时候，一向开朗的一哥居然露出了苦涩的神情，窘迫的笑，而且拒绝，还反过来安慰杜克不要生气。原来在当地肯德基是富人才能去的地方。Please don't mind. Not mine. 生活的考验并未停止当杜克再次见到一哥的时候，发现他因为过度劳累就病了，瘦骨嶙峋的，本来就瘦眼里的那种光芒也消失了。没有了经济来源的一哥，他自己呢还有年幼的孩子，还有患病的老人，那当然就深陷在困境当中了。咱这中国小伙杜克呢就决定帮助他。我最想的还是先把一哥的病给看了，我真的挺担心他身体。带他去看病买药，并意识到呢，一哥呢没有办法再靠体力干活了，拉车肯定不行了。于是杜克就用自己仅有的12000块钱当中的4000多块钱，为一哥呢买下了一辆电动3轮车，就为了让他能够继续谋生养活一家人当着一哥坐进崭新的电动车，那感觉那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My side is an unbelievable day and so memorable day with my brother Mr. George. Hello, bye. Hello, bye. Let's go. 这种友情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故事的最后呢，是发生在几个月之后了。杜克就准备离开孟加拉了，继续他的环球旅行这个时候呢，一哥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次呢，一哥特意请杜克吃了肯德基。让我感觉印象很深的一段话是一哥就对杜克说 I'm go your country. Any cost. 这两个人友谊和这种彼此这种互助，跨越了国界，跨越了阶层，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就这样紧紧相连。杜克呢是一哥生命中的贵人，这毫无疑问。那么一哥可以说也用他的真诚和坚韧成为了杜克心中不可替代的朋友。故事很长也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原视频。你看完之后，你就会产生一种久违的很踏实的很安静的那样一种感觉最后呢，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一哥那样，始终对生活抱有热忱，能够有运气遇到自己的杜克，因为真情太可贵了。